界喊了10几年的摩尔时代，为什么只有华为拿出了能落地的完整解决方案？不用天价的 EUV 光刻机也能做出等效3纳米的芯片，华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华为发布的新技术的同时，2026年全球的 EUV 光刻机订单竟然暴跌了30%，多家芯片巨头推迟或者取消采购，台积电、三星集体慌神，全球半导体的重心真的要从硅谷转到深圳了吗？过去60年，全球半导体一直跟着美国人定的摩尔定律跑，核心逻辑就像盖平房，在固定的大小宅基地上拼命缩减每个房间的面积，只为了往里面塞进更多的晶体管。但如今，芯片的尺寸减到了3纳米甚至2纳米的原子级别，直接撞上了物理学的南墙。晶体管小到只有几个原子厚度时，电子就像漏水桶一样不受控制的乱窜，这就是工程上无法根治的量子隧穿效应。不仅漏电和发热无解，商业成本更是高到离谱，建个晶圆厂动辄就200亿美元起步。阿斯麦的顶级光刻机更是天价，这条路子的边际效益早就归零了。AI 大模型和自动驾驶对算力的需求在指数级的暴涨，可西方死磕的传统升级路径却彻底的停滞了。华为被卡脖子卡了6年，硬是靠着一股子东方智慧给全行业换了个基础理论。既然平面上的房间没有办法再缩小，那咱们就不纠结尺寸了，直接把1层楼的平房改成了多层楼的立体摩天大楼。摩尔定律盯着空间死磕几何微缩，而涛定律则是盯着时间玩时间微缩。简单来说，就是别管芯片工艺是几纳米，我们看做同样的事情最终花了多少时间。通过优化芯片内部的数据流动和信号传输效率，特征时间常数每降低1半，芯片的等效性能就能直接翻番。华为闷声干大事，6年里已经基于这套思路悄悄的量产了381款芯片，从基站、服务器到大家手里的麒麟芯片，早就全线跑在了涛定律上了。其中最出现的绝招就是逻辑折叠技术。以前平面布局的芯片，信号传输得在同一个平面上绕大远路，延迟高还费电。逻辑折叠直接把电路像叠纸张一样立体的堆叠起来，原本相距1毫米的2个晶体管上下叠放后，距离缩短到了几个微米，信号传递速度瞬间飙升了几百倍。老美和台积电研究了10几年都搞不定的多层时钟信号不同步和散热的问题，被华为何庭波团队用时间缩放原理和微流道散热技术完美的解决。2层芯片各用一个独立时钟，不仅能各自跑到极限的速度，还能在需要交互时瞬间对齐，误差控制在惊人的0.1皮秒内。在完全相同的工艺支撑下，仅仅是单层变双层，晶体管密度就从每平方毫米155兆飙升到了238兆，提升幅度达到了恐怖的53.5%，这几乎相当于传统摩尔定律整整3年的进步幅度。根据阿斯麦等官方渠道披露的行业数据，2026年全球顶级 EUV 光刻机的订单同比大幅降低了30%，多家海外芯片巨头纷纷推迟或取消了后续的设备采购。西方世界苦心造诣筑起的光刻机护城河正在加速变成一堆昂贵的废铁，那些手里只有高价光刻机，躺在旧规则里靠低价内卷艰难度日的传统代工厂，未来将面临最残酷的淘汰洗牌。而中国凭借着200纳米、14纳米这些相对成熟的本土光刻机设备，通过架构和逻辑跨代革新，照样能在2031年对标全球最尖端的1.4纳米制程性能。以前我们跑断腿也追不上别人的标准，现在华为用芯片、电路、总线和系统4层协同的体系级换代，直接把西方卡脖子的老路给走绝了。百万朝贡一时所系，西方庞大的半导体利益集团因为沉没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掉头跟进这条新赛道。全球芯片产业的重心正在不可逆转的从美国的硅谷加速向中国的深圳转移。中国的半导体用这场硬碰硬的全产业链对抗，不仅给自己趟出了一条换道单飞的康庄大道，也用实打实的底气告诉全世界，以空间换时间的平面内卷结束了，以后在这个赛道上得按中国的时间标准来跑。